分給員工一半股份後，他為何急着在 IPO 前套现25億？上面这個人名叫周一鳴，是當今兩家炙手可熱的內存公司的掌舵人。這兩家公司，一家名叫兆易創新，主攻芯片設計，早已上市；另一家名叫長興科技，主攻芯片製造，即將上市。最近內存芯片有多火，相信不少人都有所耳聞。深圳有人炒內存條，2個月換了一套房。生產內存條的長興科技自然更火，結束了長達10年的虧損，今年1季度淨利潤高達330億，選擇在這樣一個火爆的時間點衝擊上市，資本市場給予了長興科技1.5萬億到2萬億的超高估值。朱一鳴也非常慷慨，自願拿出個人持有的15億股的一半，約7.68億股，在上市後以現金或股份的方式全部分配給員工。如果按照1.5億市值計算，他分給員工的股份價值162億；如果按照2萬億市值計算，價值超過200億。如此巨額的激烈，放眼整個 A 股市場也找不出第二家。對員工非常慷慨外，朱一鳴對自己很苛刻，公開承諾長興上市的第一個10年內，個人絕不轉讓任何股份；第二個10年，每年最多轉讓上一年餘額的20%，徹底堵死了上市後套現離場的可能。然而，就在輿論一片讚揚朱一鳴高風亮節之際，兆易創新卻發布了一則減持公告，稱其實際控制人朱一鳴在5月11日到5月25日短短半個月內，通過集中競價和大宗交易減持了近633萬股，累計套現達25.72億元。在媒體的聚光燈下，朱一鳴以長興科技慷慨掌門人的姿態迎接 IPO 的敲鐘，但是在聚光燈照不到的地方，他已悄悄將25億的真金白銀放在了口袋，左手造夢，右手提現，究竟哪一個才是真實的朱一鳴？1972年，朱一鳴出生於江蘇鹽城，從公開資料分析，他並沒有什麼顯赫的家族背景，應該成長於一個普通的工薪家庭。真正改變其命運的是高考。1989年，朱一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清華大學物理系。本科畢業後，可能覺得高等物理離人們的日常生活太遠，碩士便轉投了微電子學，為日後創業打下了基礎。1998年，朱一鳴與大多數清華人一樣，碩士一畢業便飛到了美國，就讀於紐約州立大學的電子工程學系。據同在美國留學的同學回憶，剛到美國，朱一鳴便展現出了商業頭腦。別人還在死讀書時，他已在硅谷給別的公司寫程序了，一年能掙30萬人民幣，在當時絕對算上是一筆巨款。2004年，由於撞上了華人在硅谷職場的隱形天花板，朱一鳴決定辭職創業。剛開始沒考慮回國，而是在清華學長的幫助下拿下了一個車庫，作為研發基地，想要複製喬布斯、比爾蓋茨的車庫創業傳奇。然而現實是殘酷的，為了拉投資，他頻繁找在投資圈混的清華校友，但是因為當時存儲芯片的市場基本已經被三星、海力士、美光分完了，所以他屡屡被拒。直到遇見清华科技園的薛軍对於存儲芯片項目很感興趣，東拼西湊了92萬美元交到了朱一鳴手裡，說用這筆錢只有一個條件，你必須回國創業，這才有了今天兆易創新和長興科技兩家存儲巨頭。2008年，兆易創新剛剛設計出第一款芯片，就遭到次貸危機，芯片大量積壓，公司背負了2億元的債務，資金鏈瀕臨斷裂。關鍵時刻，美國老牌芯片巨頭 RSSI 像聞到了血腥味的鯊魚，試圖用100萬美元親手將這個未來的對手徹底吞併。一邊是天量的債務，一邊是財務自由。朱一鳴選擇前者，因為他覺得內存產業本來就有很強的周期性，只要熬一熬，大概率能扛過去。熬過寒冬後，兆易創新迎來了爆發。朱一鳴果斷利用團隊在閃存上的優勢，跨界殺入微控制器市場，最終成长為國內微控制器與閃存的龍頭企業。諷刺的是，2017年已經登陸 A 股、手握巨額資金的兆易創新，反向對當年要收購自己的美國巨頭 RSSI 發起了跨國收購邀約。雖然後來因為外部阻撓未能成真，但是這出你當年趁火打劫，如今我資本併購的爽文，奠定了朱一鳴在半導體圈的地位。照理說，把兆易創新帶上市後，朱一鳴可以躺在功勞簿上享受勝利果實了。但是在2018年，他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錯愕的決定，辭去兆易創新總經理的職位，他接手了一個極其沉重的擔子——長興科技的前身合肥長新。當時合肥市正重金押注自主 DIMM 內存產業，急需一位能夠在國際巨頭绞殺中突圍的領軍人物。為了表明破釜沉舟的決心，朱一鳴在上任時立下军令狀，在長新實現盈利之前，絕不在公司領1分錢的薪水和獎金。這10年間，長興科技猶如一台巨大的寸金手，累計虧損超300億元。直到今年 AI 算力狂潮疊加存儲周期反轉，長興科技終於迎來了史詩級的業績大爆發，單季狂賺330億，一舉將公司的估值推上了萬億神壇。從連續虧損到單季淨利330億，長興科技的造富神話背後少不了朱一鳴精準的資本操盤。如果把兆易創新和长興科技放一起看，你就會發現一個完美的商業閉環。作為芯片設計公司的兆易創新急需穩定可靠的代工產能，而作為製造企業的長興科技恰好需要龐大的固定單來消化產能，冲刺營收。两家公司順理成章的達成了深度綁定。數據顯示，從2023年到2025年，長興科技向兆易創新銷售產品及提供代工的關鍵年交易額從7.64億一路飆升至11.82億元。
更誇張的是，在長興科技衝刺上市的2026年，這一關聯交易預計將暴增至57億元。故事講到這裡，開頭那個關於雙面朱一鳴的疑問，答案已經浮出水面。長興科技招股書裡那個承諾所長10年，將價值200億的股份分給員工的朱一鳴，展現的是一個堅持長期主義的企業家格局。他深知，在半導體制造這個沒有硝煙的戰爭裡，必須慷慨的分錢才能換來團隊死心塌地，這是打江山的邏輯。而那個在上市前夕精準套現25億的朱一鳴，展現的則是資本市場裡最冷酷的理性。長興科技萬億估值再誘人，也被10年所藏的承諾鎖成了無法動用的冰塊。用兆易創新這塊成熟的資產变現，是對沖未來不確定性的壓艙石。沒有這落袋為安的25億現金，或許就撐不起那所藏10年的承諾。朱一鳴正在用最精明的資本算盤去迎接一場硬核的國產替代之戰，进可問鼎全球存儲巨頭，成為中國的 SK 海力士；退亦可手握25億真金白銀，從容立場。在這場波瀾壯闊的國產替代突圍戰中，朱一鳴早已為自己立於了不敗之地。